欢迎观看意想不到的中文词源系列视频。在汉语表达中，用岳父一词指代妻子的父亲，又称泰山、岳丈、老丈人、外父；而妻子的母亲叫做岳母，又称太水、丈母、丈母娘、外母。你知道岳父和岳母跟中国五岳之首的泰山有什么历史关联吗？而其他相关叫法又是怎么来的呢？本期我们将一起了解一下这些称谓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。关于岳父的来历，与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的大型仪式有关。古代有封禅的传统，即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之际，登上名山，祭拜天地，并举行晋封公侯百官的隆重典礼。自夏商周时期已有封禅的记载。古人认为群山中泰山最高，为天下第一山。因此，帝王前往泰山祭拜天地，以示受命于天。在泰山顶上筑土建坛，以报答天的恩情，称为封；而在泰山脚下的梁父山或云云山等小山丘上开辟场地祭地，以赞美帝的功德，称为禅。这是古代帝王的最高规格的大典，只有在朝代更替、天下太平之时，才能封禅。帝王向天地报告治理天下的伟大功业，同时也表达对天命的顺从和治理人事的决心。唐玄宗李隆基有一次封禅泰山，中书令张悦主持封禅仪式。张悦把女婿郑义由9品一下提升至5品官员。唐玄宗看郑义面生，就问起他升迁的缘故，郑义支支吾吾，无言以对。在旁边的宫廷乐师黄帆绰笑称，此乃泰山之力也。由此，玄宗才知张悦营私舞弊，滥用职权一事，很不高兴，不久就把郑义降回原9品。因为这件事，后来人们就把老丈人又叫做泰山。有时在写信时，开头称呼泰山大人。又因泰山是五岳之首，就把泰山转称为岳父，流传至今。所谓泰水，说的就是经过泰山的一条河流。中国人讲究对仗，既然老丈人是山，那么丈母娘自然是水。也有一种说法是，山为阳，水为阴。如果岳父称为泰山，讲究阴阳调和，那么岳母就称为泰水。比起岳父、岳母的称呼更多用于敬语或书面语，丈人、丈母之类的叫法更多用于口头表达。丈同丈本是古代对长辈男子的尊称，男人年满70岁可以得到官府赏赐的拐杖。受赐拐杖是一种荣誉，丈人和丈母在历史上曾是对老年人的一种统称和尊称，直到唐朝才逐渐成为岳父和岳母的专称。后来一直流传到今天，妻子的父亲就被称为丈人、老丈人或丈母爹，妻子的母亲也就顺理成章地被称为丈母或者丈母娘了。中国长期以来是父系社会，在日常称呼中，内与外是处在父系角度来说的，用来区别己方，也就是男方宗亲与妻方宗亲，习惯称己方为内，女方为外，以示主次之分。外字在现代称呼中最常见的用法就是称呼妻子的父母为外父和外母。要注意的是，无论是岳父、岳母、老丈人、丈母娘，还是外父、外母，这些称呼是女婿对别人说话时使用的，而和岳父或岳母面对面对话时，女婿和其妻子的称呼一样，都直呼爸和爹，或妈和娘。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。